我现在面前的是 OPPO 刚刚发布的全新旗舰 Find X8 系列里的那个标准版 X8， 我们一起来盲盒开箱看一下。我们先开这款吧。透明软质手机壳，80瓦的 USB-A 接口的充电插头，然后有一根数据线。看看第一个颜色是什么颜色？1、2、3，当当啊，是一个浅蓝配色，对不对？浅青蓝配色。我在不同的光线下给大家旋转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颜色啊。1、2、3，是一个淡粉色。我现在在镜头下给大家旋转，在光线下某一个角度它是有一点渐变的，就是粉色和淡蓝色之间会有一个转换。我不知道大家在相机面前能不能看出这个渐变的效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啊，深黑色，而且是那种比较纯粹的黑色。这3款机器给它放在一起，当然了。我还有一个后手，就是白色我也拿到了。在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 X8 深色和浅色它有一个镜头设计的差异。深色后盖镜头模组呢是一体黑色的，更像是一个大镜头，而浅色的呢则是像花瓣一样把镜头和模组区分开来，呈现出强烈的对比。大家更喜欢哪一种设计呢？我把手头几款粉色的机器放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好家伙，都是果味十足啊。Find X8 相比于 X7 外观应该说是大改。取消了比较复杂的线条元素以及后盖的素皮材质。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相机皮套这个设计呢，对于很多女性用户来说过于陌生了，所以说现在回归到最简单直接的线条设计。放在 X8 的厚度非常薄，重量是193克，比前代轻了10克，加上侧面直角边框，加上边缘细腻弧线去提升手感。我体验这款机器的时候，就有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比 iPhone 更 iPhone。摄像头模组位置，首先它变小了一圈，第二，底边缘变高了，也就是说你手指的空间更多了。第三，它变薄了。这3个元素融合在一起，单手握持彻底摆脱了那种就是给食指一个支点，然后食指就能翘起地球这个设定了。当我们手机翻到正面，纯平的屏幕加上4面等宽的边框，加上超窄的边框，3驾马车齐齐登场，和去年的3D 曲面屏也挥手告别了。我给边框一个特写，大家就知道平面边框它的握持面积要比曲面屏的边框多多少了。下巴和 iPhone 进行巅峰对决，居然打平了，好家伙，这个我没想到的啊！这么看的话，这应该是目前并列最窄的下巴了。影像部分，这次 Find X8 系列的大招呢，其实是我在 iPhone 16 Pro 那个评测中提到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呢，在默认模式下无延迟的极速抓拍，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切换到任何一个什么运动模式切换到极速模式，切换到抓拍模式，你拿起手机按下快门，那一个瞬间就被你永恒定格。这次 OPPO 的 Live Photo 再次升级，保留的时间更长，稳定度更高。Find X8 的影像部分，它的前置镜头、超广角镜头、长焦镜头都和 Find X8 Pro 完全相同，主镜头硬件规格要略弱于 Pro。影像部分今天就不展开了，明天 Pro 评测里我们详细的和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讲一讲。其他硬件环节呢 ，Find X8 和 X8 Pro 也是完全相同的，就是电池要小的一些，因为它本身体积要更小嘛。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使用 ColorOS 15最近几天的感受啊，我觉得很惊喜。第一个新功能呢是全新的壁纸系统，它现在你可以设置上边显示农历，上面可以显示天气，上面可以显示你今天走的步数，然后这个位置呢，它可以选择不同位置的时间，在这个位置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其实跟 iOS 很像，对不对？如果我选择景深，大家看我的小脑瓜就遮挡住了一部分时间，不光是人物可以识别，旁边是个马，马也是可以识别的。还有一个小细节是什么呢？原图呢是一个偏方形的，没有办法把我和这个马儿很好的合并到一起。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捏合，大家看上半部分手机系统会自动的按照顶棚的颜色延展出的一个区域。第2个新功能上岛了啊，苹果那个叫灵动岛， OPPO 这个叫流体云，所以说准确的来说应该叫做云上 OPPO 音乐上岛，左侧呢是专辑的小封面，右侧呢是声音的波纹。点击小岛弹出音乐卡片，
有个小细节呢，就是卡片背景的颜色它会随着专辑封面而改变。电话上导，点击会恢复全屏通话；录音上导啊，点击可以显示此时录音的时间时长；计时器上导了，可以直接看剩余的时间；三段式静音按键上导；第三方应用小宇宙播客上导了；滴滴上导，我可以查看车牌、车的颜色以及车辆的到达状态。灵动岛这个功能是我认为对于用户感知进程的应用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创新啊，对用户的收益非常大。唯一这个位置有一个遗憾，就是目前 X8 系列还没有增加全天候显示屏啊，因为我看到 ColorOS 15它的软件已经适配好了锁屏界面的实时活动页卡，所以说如果能够保持屏幕常亮，那对于用户来说价值应该更高。第三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功能呢，全局 AI 唤醒啊，这次的 AI 功能是让我觉得比较惊喜的一个环节啊。激活方式呢就是长按开机键，这时候屏幕四周会出现光晕，这就进入 AI 的待命状态当中了。在 AI 交互过程中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相机识别，也就是说，你只要打开相机，就好像手机这个智能助手睁开双眼看世界，指哪打哪。比如说，你遇到不认识的小动物，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这是什么猫？好的，请稍等。这是一只美国短毛猫。美国短毛猫以其魁伟的体格、粗壮的骨骼、发达的肌肉、聪明的天性以及温顺的性格著称。哎呀，这个小布说的没错啊，这个小猫 Plus 15斤，好家伙！呵呵，我带它去宠物医院，从猫包里给它抱出来的时候，宠物医生都惊呼说：“你这是猫中姚明啊！”我一看，我这猫比旁边的狗还大一圈呢。比如坐时光机穿越到6500万年前，你就可以拿出手机。这是什么恐龙？图片中展示的是一个霸王龙 Tyrannosaurus Rex 的模型。这是什么恐龙？图中展示的恐龙模型是复制龙。比如你走进森林里迷路了，这个时候偶遇一只粉色的小狐狸，你不认识它，你就可以问：这是谁？图中展示的是一只毛绒玩具，具体来说是迪士尼角色琳娜贝尔。所以大家看懂了吗？ AI 和传统的搜索引擎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识别能力。你还可以用 AI 来查询食物的热量。麦香鱼汉堡的热量约为360卡路里。你去朋友家看到一个好看的数码产品，你可以直接问你的 AI。这个音箱挺好的，我想买一个。帮你搜索到以下商品，点击查看更多。购买环节它是和淘宝和拼多多这两家合作的，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在两个平台进行切换选择，然后直接下单。但是我发现这个数据好像没有和天猫打通，搜索出的结果都是第三方卖家的。你给爸妈买的那个外国的保健品都是英文的，对不对？隔了一段时间，爸妈都不记得这个药是干嘛的，怎么吃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问：这个是干嘛的？这个 Alederma Natural 的 Acne Eliminating Aloe Gel 是用于消除痤疮的芦荟凝胶。你去国外的博物馆去看到一幅特别好看的画，你觉得特别震撼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这是什么画？这幅画是雅典学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 Raphael 的作品。这幅画里哪个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通常被描绘为一位年长的哲学家，站在画面中央稍靠右边的位置。比如说你在路边看到一辆很漂亮的小车，忽然发现一辆小车停着非常好看也不知道是谁的车。这是什么车？图中的车是一辆绿色的 Mini Cooper。他都没有看到车牌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他只看外形就识别出了这是一台 Mini Cooper。你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想坐公交车，从我这儿去王府井商业街应该坐什么公交？找到多个地点，请问选择第几个？我刚才没有打开高德地图，对不对？我就直接问手机，我说我想去王府井，然后它就自动给我弹出来了。最后还有一个场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非常棒就是我想去大同，和太原旅行7天，能帮我规划一下路线吗？他就给我规划了一个从大同第1天、第2天，然后去太原。总共7天的一个旅行，你看里边有很多细节。第1天是去古城墙，这就我们当时就是这个行程最有趣的就是下方这个位置，你能看到它会有一个你标记地点的百度地图。如果我们点击它，刚才他提到的这几个景点它都在以地图的形式给你呈现出来了。其实这几个景点你在地图上一看，哪个在北边，哪个在南边，一路从北往南开。比如说我们来一个路线规划，我们先去大同，然后云冈石窟，去个乔家大院，然后我们一个智能规划，大家看，你看到了吗？1、2、3，这是从北边一路往南开。以上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都是小布 AI 的冰山一角，其实还有非常丰富的场景，大家可以自己挖掘一下。目前呢，我觉得这套 AI 有2个不足。第一个就是识别的时间还是有点长它很依赖网速。网速快的时候，我感觉那个等待时间还可以，但是网速慢的时候呢，就要等待几秒钟。我自己是能够明显感知到这个等的过程的。第二个
就是 AI 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个人，而不像是一个机器，它会有犯错的时候，这也是目前所有 AI 所共存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辨别能力。第4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功能就是相册中利用 AI 能力来消除路人。我在小红书上呢找了一些小姐姐们发的求助帖啊，就是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照片里的路人清除掉。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演示几张，比如这张照片，它直接识别出了路人消除，我们直接点路人消除，它就自动的扫描出了路人，我们点全部消除，怎么样？看到了吗？所有的路人都被消除了。然后我们再看这张啊，路人消除，把大爷选中，怎么样？大家，大爷消失了。这张的难点啊，就是人太多了，没有那个细节可以用来还原了。我们试一下，扫描，消除，看看效果。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包括你看，就像我说的，左上方这个位置，本来因为人太多，已经没有细节了。但是 AI 通过算法生生的把这些细节台阶给还原出来了。第5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 AI 打电话。现在使用 Find X8 打电话的时候，会出现一个 AI 通话摘要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它是融合了通话录音、录音转文字、文字转摘要以及摘要自动生成待办事项4个功能为一身。这个位置会保留我的通话内容，能看到吗？然后 AI 摘要，我致电了中国电信的客服，它出现了一个待办事项，就告诉我还等待客服去查询余额结果。然后如果我看这个通话内容，大家看。绿色的部分是他说的，蓝色的部分是我说的。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处理什么纠纷之类的，应该非常实用。除了电话录音可以归纳摘要，你在任何一个应用内，当我们打开全局智慧语音，开会的时候啊，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当中会夹杂着很多废话，而且开会的时间巨长。你录音是录音了，回头打开一看，1个半小时，你根本不想回听，那跟没录就差不多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键摘要就很方便。在今天视频的最后，还有一个 one more thing 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 OPPO 呢这次推出了3款配件，包括一个具有磁吸环的手机壳，以及一个具有磁吸能力的无线充电器，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电源啊。这电源他们还没给我，但是我之前用过一次啊，很薄啊，那个无线电源很薄。也就是说，当我佩戴上这块手机壳之后，我就可以通过磁吸来实现50瓦的无线充电，同时还有个风扇降温。因为这款无线充电器它本身是支持 MagSafe 标准，它可以直接给 iPhone 进行降温的无线充电。这个部分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它的制冷能力呢是要弱于我们常见的那些风扇背夹的，但是我同时无线充电15分钟，一个是有风扇，一个是常规的无线充电器，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降温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 OPPO 这个设定最好的一点就是未来 OPPO 给 Find X8 系列推出的所有磁吸配件，同时期都有了一个更广阔的 iPhone 用户市场，对不对？反过来呢 ，OPPO 也通过这枚手机壳融入了苹果 MagSafe 的生态。比如说，第三方的无线充电宝就可以给 OPPO 手机进行充电了。比如说，苹果推出那个磁吸卡夹，也可以吸附在 OPPO 手机上。比如说，苹果的磁吸车载支架，也可以直接把 OPPO 手机放在上面使用了。这款手机体验下来，我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OPPO 的目标用户清晰无比，就是那些比如手握着5000预算，想买 iPhone 16，但是呢又有一点抱怨的用户，没有高刷我给你加上，没有长焦我给你配上，没有长续航，大电池走起，安卓手机曲面屏不喜欢，我直接变成 iPhone 的样子，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关于影像部分、性能部分的测试，我们明天 Find X8 Pro 的评测不见不散。